表弟借我的劳斯莱斯去参加同学会，临走前拍着胸脯保证：哥，我一定小心，绝对不会有事。结果第二天，他慌慌张张的回来，车被偷了，我也是受害者啊！姑姑立刻护犊子，就一辆破车，还能比我儿子重要？全家人都劝我算了，别为难孩子。我淡淡的说：没事，车里有定位，我已经报案了。表弟的脸瞬间白了。张伟站在玄关，搓着手，脸上堆着讨好的笑。哥，我那同学会就明天。我嗯了一声，没看他。你那车借我开开呗，就一天，不，半天，晚上我就给你送回来。我停下动作，抬头看他，他眼神躲闪了一下，又立刻堆满真诚。你知道的，我追周月那事儿，这次同学会，王浩那小子肯定要开他爸的宝马去炫耀，我这要是坐地铁去，太没面子了。又是这套说辞，我心里有点烦。我的车是一辆劳斯莱斯库里南，不是一件能随便借出去的外套。不行，我拒绝得很干脆。张伟的脸垮了下来，嘴巴一瘪，眼眶迅速红了。哥，我从小就被人看不起，就这一次，你就帮我这一次，我保证跟宝贝一样护着，绝对不出问题。他很会利用自己的弱势，从小就是。我没说话，径直走进客厅。客厅沙发上，奶奶正看着电视，见我回来，立刻朝我招手。小旭回来了。张伟跟了进来，直接扑到奶奶身边，声音带了哭腔：奶奶，我哥不肯帮我。奶奶拍了拍他的背，看向我，眼神里带着责备。小旭，你弟弟求你办点事，怎么这么不情愿？不就一辆车吗？你们是亲兄弟，他的面子不就是你的面子？我拿起水杯喝水，没接话。这种对话从我买这辆车开始，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姑姑，也就是张伟的妈，总是有意无意的说，我这么有钱，也不知道帮衬一下家里。张伟考驾照的钱是我出的，他第一辆二手车的钱也是我出的，现在他看上了我的库里南。奶奶，那车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了？铁皮壳子包着4个轮子，还能飞天不成？奶奶不高兴了。你小时候什么好东西不是让给你弟弟的？现在长大了，有本事了，心也硬了。张伟在一旁适时的抽泣了一下。我看着这祖孙俩一唱一和，头开始疼。我知道，今天这车要是不借，我就是这个家的罪人，一个冷血无情、不顾亲情的罪人。行了，别哭了。我开口，声音里透着疲惫。借你可以。张伟的哭声戛然而止，猛地抬头看我，眼睛里全是惊喜。但是有条件。我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不准喝酒；第二，不准让任何人碰方向盘，包括代驾；第三，明天晚上10点前必须把车完好无损的还回来。没问题，哥你放心。张伟拍着胸脯，就差指天发誓了。我拿我的人格担保，车要是有半点剐蹭，我拿命赔。我没理会他的豪言壮语，拿出车钥匙扔给他。记住你说的话。他接过钥匙，像是接过了什么稀世珍宝，脸上笑开了花。谢谢哥，你就是我亲哥。他拿着钥匙冲出家门，估计是去车库看车了。奶奶满意的笑了，这才对嘛，一家人就该这样互帮互助。我看着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光，心里那点不安被我强行压了下去。也许是我想多了。第二天下午，我正在开会，手机在桌上嗡嗡震动，屏幕上跳动着张伟2个字。我皱了皱眉，掐断了电话，说好了晚上10点还车，现在才4点。但很快电话又打了过来，锲而不舍。会议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我，我只好拿起手机，快步走出会议室。喂，哥。电话那头是张伟惊慌失措、带着哭腔的声音：“出事了，哥，你快来！车没了！”我脑子嗡了一声，第一反应是他又在搞什么鬼？说清楚，什么叫车没了？车被偷了，哥，就在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我吃完饭出来，车位是空的。我问了保安，他们说没看见。哥，我好像还被人打了，后脑勺现在还疼。我刚才晕过去了，刚醒。他的话语无伦次，充满了恐慌和急切，听起来不像是假的。但我心里不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你在哪？在城西的希尔顿酒店。哥，你快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待在原地，别动，也别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挂了电话，立刻让助理取消了下午所有的安排，回会议室简单交代了几句，就往外走。城西希尔顿距离我的公司有1个半小时的车程。一路上，我脑子里反复回放着张伟的话：被偷了，被打晕了。事情透着一股蹊跷，那家酒店的安保是出了名的好。地下车库更是监控密布，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我压着火，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到达酒店时，天色已经有些暗了。我在地下车库的入口处看到了张伟，他蹲在地上，抱着头，看起来确实很狼狈，身上的西装皱巴巴的，头发也乱了。看到我的车开过来，他立刻站起来，连滚带爬的跑到我车窗前。哥，你可来了！我下车，关上车门。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啊，哥。他眼泪鼻涕都下来。我们同学会结束，我就去取车，结果车位是空的，我当时就懵了，到处找，
然后就感觉后脑勺被人重重打了一下，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醒过来，就在这个角落里。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监控死角。我走到他说的那个停车位，空空如也。监控呢？保安说我停车那个位置的监控正好坏了。哥，你说怎么这么巧？他们肯定是预谋好的。张伟指着自己的大腿，一脸懊悔。都怪我，我不该开这么好的车出去，我不该到处炫耀。他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受害者，自责、懊悔、惊恐。我看着他，没有说话。我绕着停车场走了一圈，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停车场，管理很规范，很难想象会发生恶性盗窃伤人事件。报警了吗？张伟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烁。我吓懵了，还没来得及。现在报。我拿出手机，别！他一把按住我的手，急切地说：“哥，先别报警，这事要是闹大了，我怎么办？再说报警也不一定能找回来啊。”我看着他按在我手上的手，慢慢抬起眼。张伟，我的车价值800多万，你觉得不报警是合适的处理方式吗？他的脸瞬间白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先自己找找，问问，万一是酒店的人搞错了呢？他的慌乱已经掩饰不住了，我心里那点不安，此刻变成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我拨通了110，张伟看着我的动作，嘴唇抖动着，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敢说出口。他只是站在那里，脸色比停车场的墙壁还要白。我带着张伟从警局做完笔录出来，已经是深夜。回到家，客厅的灯竟然还亮着。姑姑和姑父坐在沙发上，脸色阴沉。看到我们进门，姑姑嚯的一下站起来，3步并作2步冲到张伟面前，拉着他上上下下的看。我的人啊，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他们有没有把你怎么样？张伟一见到他妈，立刻像找到了主心骨，哇的一声哭出来。妈，我好怕。姑姑抱着他，又是拍背又是安慰，然后猛地转过头，一双眼睛冒着火，死死瞪着我。陈旭，你还有脸回来？你看看你把我儿子害成什么样了！我动作一顿，抬起头，平静地看着他。姑姑，车是我的，张伟是开我车的人，现在车丢了，他也自称被人袭击了，我们都是受害者。受害者？你算什么受害者？姑姑的声音尖利刺耳。不就一辆破车吗？能比我儿子金贵？他要是被打出个3长2短，我跟你没完！姑父也站了起来，皱着眉说：“小旭，这件事你确实有责任，你不该让他会把车借给小伟，他还是个孩子，根本没有处理这种事情的经验。”我气笑了。姑父，张伟今年23了，不是3岁。他借车的时候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现在出了事，责任就变成我的了。不然呢？车是你的，你要是不借，能有今天这事吗？姑姑不依不饶，开始撒泼。我不管，我儿子受了这么大的惊吓，你必须负责。什么破车，丢了就丢了。你要是敢为难我儿子，我就去你公司闹，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样冷血无情的白眼狼。我看着他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连跟他争辩的欲望都没有了。我径直走到沙发旁坐下，倒了杯水。警察会处理的，等调查结果吧。调查什么？姑姑一听这话更激动了。你还真报警了？陈旭，你是不是疯了？这种事是能报警的吗？传出去我们家的脸往哪儿搁？小伟以后还怎么做人？姑姑丢了一辆价值800多万的车，不报警，你想怎么处理？什么800多万？不就是一堆铁皮吗？姑姑大手一挥，好像那800多万是800多块。钱没了可以再赚，我儿子要是留下心理阴影怎么办？你赔得起吗？张伟躲在姑姑身后，探出个脑袋，小声说：“妈，哥他还让我赔车。”这句话像是一滴油掉进了热锅里，姑姑瞬间爆炸，她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赔车？你还敢让他赔车？陈旭，你的心是黑的吗？他是你亲表弟，他替你看车，被人打晕，车被偷了，你不说安慰他，还让他赔，你有没有良心？我们老张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没人情味的畜生？”啪的一声，我把水杯重重的放在茶几上，客厅里瞬间安静下来。姑姑的骂声卡在喉咙里，愣愣的看着我。我站起身，目光冷得像冰。车不是他替我看的，是他为了自己的虚荣心借走的。第二，他有没有被人打晕，警察会调查，不是他哭2声就是事实。第三，谁弄丢的，谁负责啊？天经地义，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说完，不再看他们，转身准备上楼。你站住！姑姑尖叫着。今天你不说清楚，别想走，这车我们不赔，1分钱都不会赔。有本事你就去告，我看法院是向着你这个有钱人，还是向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他的无理取闹刷新了我的认知。我停在楼梯口，回头看着他，也看着一直躲在他身后扮演着可怜受害者的张某。我忽然觉得这件事可能比我想象的还要简单，也还要丑陋。第二天一早，我被客厅里的嘈杂声吵醒，下楼一看，家里像是开了个亲戚大会，奶奶坐在主位，一脸严肃，姑姑一家3口坐在旁边，姑姑的眼睛红肿，显然是一夜没睡，或者说哭了一夜。舅舅、舅妈，还有几个远房亲戚，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他们看到我下来，所有的声音都停了，几十道目光齐刷刷地射向我，
像是在审判一个罪人。我面无表情地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小旭，过来。我端着咖啡走过去，在单人沙发上坐下，离他们最远的位置。昨天的事我们都知道了，你姑姑和姑父还有小伟也跟我说了，这件事确实是小伟不对，太虚荣，太不小心。我喝了口咖啡，没说话，等着他的下文。但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受了那么大的惊吓，也算是得到教训了。你看他脸都吓白了。所有人都看向张伟，张伟立刻配合地缩了缩脖子，露出一个惶恐的表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车丢了，大家心里都不好受。但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得想办法解决，而不是互相指责。小旭，你是哥哥，也是我们家现在最有出息的一个，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格局要大一点。是啊，小旭，这件事报警是最不明智的选择。你想想，万一警察查出来，车找不回来，那不就成了一桩悬案？到时候责任算谁的？还不是要小伟来背？他一个刚出校门的孩子，背上这么大一个污点，一辈子就毁了。就是啊，都是自家人，关起门来怎么都好说，非要闹到警察那里，让外人看笑话吗？你这孩子就是太年轻，做事冲动。小旭啊，听长辈一句劝，且是身外之物，亲情才是最重要的。为了辆车，伤了一家人的和气，不值得。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中心思想只有一个：让我撤案，让我自认倒霉，让我不能追究张伟任何责任，因为他是孩子，因为我们是亲人。姑姑看气氛烘托的差不多了，开始抹眼泪。我们家什么条件？小旭，你不是不知道，你姑父一个月就那么点死工资，我早就下岗了。我们俩就是砸锅卖铁，也赔不起你那辆车啊！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三口啊！我可怜的儿子啊，都怪妈没本事，让你在外面受欺负，回来还要被你哥逼债。张伟也跟着哭了起来，整个客厅都充斥着他们母子俩悲天悯人的哭声，和我这个加害者的沉默形成了鲜明对比。我静静地喝完杯子里的最后一口咖啡，然后我站了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他们大概以为我在这场亲情的围堵前终于要妥协了。姑姑的哭声小了点，眼神里带着一丝得意和期待，奶奶的脸上也露出了孺子可教的欣慰表情。我走到客厅中央，环视了一圈，看着这些所谓的亲人，他们的脸上有劝诫，有同情，有指责，唯独没有一个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想过我损失了什么。在他们眼里，我的财产就该是为他们的错误买单的储备金，我的成功就该是他们肆意索取的资本。说完了吗？客厅里的嘈杂声渐渐平息，他们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幡然悔悟。说完了，就听我说几句。我掏出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亮着。首先，关于车被盗这件事，张伟的说法漏洞百出。一个5星级酒店的停车场，监控会在关键位置正好坏掉。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会被人从背后一击打晕，身上却没有一点伤痕，钱包、手机也都在。张伟的脸色变了变，下意识的想反驳，我没有给他机会，继续说。其次，姑姑说我逼你们。从头到尾，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报警。这是任何一个合法公民在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后最正常也最正确的选择。我没有跟你们任何一个人提过一个赔字。姑姑想说什么，被姑父一把拉住。我的目光最后落在了奶奶身上。奶奶，您说要有格局，要看重亲情。我很想问一句，亲情就是纵容和包庇吗？就是让犯错的人在他还是个孩子的借口后面心安理得的逃避责任吗？如果是这样，那这种亲情我宁可不要。我的话让在场所有长辈的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小旭，你怎么说话的？我没有理他，拿起手机点开了一个应用，一个地图界面出现在屏幕上，上面有一个红色的光点，正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闪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把手机转向他们，特别是转向张伟。我的车装了最高级别的防盗系统和实时 GPS 定位，从他离开车库的那一刻起，他的每一秒钟的轨迹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里。我顿了顿，看着张伟瞬间惨白毫无血色的脸，然后我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就在昨天晚上，我把定位信息和后台行驶数据一起提交给了警方，所以我车根本就没丢。整个客厅死一般的寂静，若真可恶。所有人都呆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又看看我的手机。姑姑的嘴巴张成了 O 型，眼里的泪水都忘了流。张伟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他死死地盯着我手机上的那个红点，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没事，我已经报案了。表弟的脸瞬间白了，不，那已经不是白色，而是一种死灰色。他双腿一软，直接瘫倒在了地上。客厅里的死寂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姑姑最先反应过来，她像是疯了一样扑向我，想抢我的手机。你个小畜生，你算计我们！我侧身躲开，他扑了个空，差点摔倒。敲门声还在继续，不轻不重，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节奏。姑父脸色煞白，谁呀？帽子例行问询。门外传来一个沉稳的男声，这2个字像是2记重锤，砸在每个人的心上。
亲戚们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了惊慌。他们大概从没想过，一场家庭内部的调解会发展到警察上门的地步。舅舅第一个站了起来，尴尬的笑了笑。那个，我单位还有事，我先走了。说着就想溜。都别动，帽子是来问询被盗车辆案的，在场的各位可能都需要配合。舅舅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我走过去，打开了门，门外站着2位穿着制服的警察，神情严肃。陈旭先生是吗？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关于你报案的劳斯莱斯库里南车辆失窃一案，有些情况需要向报案人和相关人张伟先生再核实一下。为首的警察出示了证件，我点了点头，侧身让他们进来。警察走进客厅，看到这一屋子的人，也愣了一下，但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专业，目光直接锁定在了瘫坐在地上的张伟身上。你就是张伟？张伟浑身一抖，不敢抬头，含糊的嗯了一声。姑姑看到警察又来了镜头，她立刻换上一副悲痛欲绝的表情，冲到警察面前。警察同志，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啊！这件事就是个误会，是我们家里的事。我儿子他被人打了，吓坏了，胡言乱语的。车没丢，没丢。他试图把这件事定性为家庭内部矛盾。女士，请你冷静。我们接到陈旭先生的报警，并且他提供了车辆的实时定位信息。信息显示，车辆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就一直停留在城南的一家名叫夜色的娱乐会所的后巷里，从未移动过。这与张伟先生口供中所说的在城西希尔顿酒店停车场被盗严重不符。警察的话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朵里。城南夜色娱乐会所，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一个龙蛇混杂的地下赌场。姑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和张伟一样灰白。不可能，我儿子很乖的，他从来不去那种地方。是不是？我们需要张伟先生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他们走到张伟面前。张伟先生，关于你报假警、谎称被袭击以及车辆的真实去向，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提供虚假口供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张伟再也撑不住了，他抬起头，满脸是泪，爬向我。哥，我错了，哥，你救救我，我不想去警察局。你跟他们说，车找到了，是误会。哥，他抱着我的腿，苦苦哀求。而那些刚才还在劝我大度的亲戚们，此刻一个个缩在角落里，噤若寒蝉，连大气都不敢出。我看着脚下的张伟，心里没有一丝波澜，我只是低头，平静地问他：车到底在哪？在警察严肃的目光注视下，张伟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涕泪横流，话都说不完整。车在夜色，我没想把车弄丢，我就是想去玩2把，手气太差了。断断续续的哭诉中，事情的轮廓逐渐清晰。他根本没去什么同学会，或者说同学会只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开着我的车去夜色赌场装大人。他以为开着800万的豪车能在赌场里受人追捧，或许还能捞点好处。结果他不仅没捞到好处，还把自己带来的几万块钱输了个精光。输红了眼的他开始跟赌场借钱。赌场的人看他开着库里南，很爽快的借给了他，但利滚利，很快他就欠下了一个他根本无力偿还的数字。他们说不还钱就把我的手剁了，我害怕，我就把车钥匙押给他们了。他们说3天之内还不上钱，车就归他们了。张伟的声音抖得像筛糠，客厅里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姑姑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晕过去，幸好被姑父扶住。你这个畜生，你怎么敢？姑父气得浑身发抖，扬起手就要打张伟。别动！警察立刻制止。现在他是案件的重要关系人。为首的警察转头看向我，眼神里带着一丝同情。陈旭先生，情况基本清楚了，这已经不是盗窃案，可能涉嫌诈骗和非法侵占。张伟涉嫌报假警，赌场那边涉嫌非法拘禁和放稿利贷。我们需要立刻出警，去夜色把你的车提出来，也需要张伟跟我们回去做详细的笔录。我点了点头。我跟你们一起去。哥，别去！张伟惊恐地抓住我的裤腿。你一去，事情就闹大了，他们会弄死我的。哥，你再帮我一次，你先帮我还了钱，我们把车拿回来，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好不好？求求你了。到了这个地步，他想的还是让我来替他填窟窿。我看着他，忽然觉得有些可笑。张伟，你欠了多少？他犹豫了一下，伸出5根手指，声音细若蚊蝇：50万。50万！姑姑尖叫起来。你怎么不去抢？我们家哪有50万给你？是本金50万。张伟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利滚利，现在要还100万。100万，这个数字让整个客厅再次陷入死寂。姑姑两眼一翻，这次真的晕了过去。客厅里顿时人仰马翻，乱作一团。警察显然对这种家庭闹剧见怪不怪，他们很冷静地分开众人，其中一个去扶姑姑，另一个则对张伟说：走吧，跟我们回队里，把所有事情都交代清楚。张伟绝望地看着我，我没有再看他，只是对警察说：警官，我们现在就去夜色。我的车还在那里。至于张伟和他捅出的100万的窟窿，那是他自己的事。从他决定开着我的车走进赌场的那一刻起，他就该想到会有今天。亲情不是他可以无限透支的信用卡，我的善意也不是他可以肆意践踏的地毯。警车在前面开道，我开着自己的另一辆车跟在后面，一路无话。
夜色娱乐会所位于城南一个很偏僻的工业区，白天看起来破破烂烂，毫不起眼。几辆警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会所门口，控制了所有的出入口。我和2位便衣警察一起走了进去，里面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烟酒和霉味混合的难闻气味。一个闻着花臂的男人看到警察，脸色一变，想跑，立刻被2名警察按在了地上。很快，一个看起来像是经理的微胖男人被带了出来，他看到我们还想装傻。哎呦，几位警官，这是什么风啊？把你们给吹来了！我们这是正经的娱乐场所，可什么都没干了。少废话！带队的警察很干脆，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库里南，车牌号是……他报出了我的车牌号。经理的脸色微微一变，但还是嘴硬。什么劳斯莱斯？没见过，是吗？警察冷笑一声。我们已经拿到了张伟的口供，车就是被他压在了你们这里，抵了100万的赌债。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敲诈勒索和非法侵占，是想现在把车交出来，还是等我们把这里翻个底朝天？经理的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权衡了几秒钟，终于还是软了下来。警官，误会都是误会，那小子欠钱不还，我们也是没办法嘛。车在后院，我这就带你们去。在经理的带领下，我们穿过乌烟瘴气的赌场大厅，来到了后院。我的库里南就静静地停在一个角落里，车身上蒙了一层灰，左前方的保险杠上还有一道清晰的划痕，看样子是停车的时候蹭到了墙。我走过去，拉开车门，车内一片狼藉，座椅上散落着烟灰和零食包装袋，一股混杂着廉价香水和酒精的味道扑面而来。副驾驶的储物箱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我放在里面的几包好茶和备用墨镜都不见了。一股怒火从我的胸口直冲上大脑，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借车，这是彻头彻尾的糟蹋和盗窃。陈先生，你检查一下车里的东西有没有少？少了东西。我关上车门，声音冰冷。而且这不是抵押，这是抢劫。经理一听急了，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是他自愿把钥匙给我们的，我们有借条。借条拿出来我看看。经理让人拿来了借条，上面确实有张伟的签名和手印，借款金额写的是100万。我看着那张所谓的借条，冷笑了一声。警官，我这辆车有正规的购买发票和登记证书，所有权人是我陈旭，张伟只是借用，他没有任何权利将这辆车进行抵押。你们以车辆为抵押物，向非所有权人借出高利贷，这本身就是违法的。现在我要求立刻取回我的合法财产。我的话说的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警察点了点头，对经理说：听到了吗？车我们要开走，至于你们和张伟之间的债务纠纷，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会另案处理。现在把车钥匙交出来。经理的脸变成了猪肝色，他没想到我这么硬，更没想到我直接把警察带来了。100万的债没了抵押物，就成了一笔烂账。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你给我等着。我直接迎着他的目光看了回去，他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交出了车钥匙。我接过钥匙，坐进驾驶室，发动了汽车，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我开着车，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离了这个肮脏的地方。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个经理和他的一帮手下站在原地，脸色阴沉地看着我们离开。真相大白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借条拿出来我看看。经理让人拿来了借条，上面确实有张伟的签名和手印，借款金额写的是100万。我看着那张所谓的借条，冷笑了一声。警官，我这辆车有正规的购买发票和登记证书，所有权人是我陈旭，张伟只是借用，他没有任何权利将这辆车进行抵押。你们以车辆为抵押物，向非所有权人借出高利贷，这本身就是违法的。现在我要求立刻取回我的合法财产。我的话说的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警察点了点头，对经理说：听到了吗？车我们要开走，至于你们和张伟之间的债务纠纷，那是另外一件事，我们会另案处理。现在把车钥匙交出来。经理的脸变成了猪肝色，他没想到我这么硬，更没想到我直接把警察带来了。100万的债没了抵押物，就成了一笔烂账。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说你给我等着。我直接迎着他的目光看了回去，他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交出了车钥匙。我接过钥匙，坐进驾驶室，发动了汽车，引擎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我开着车，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离了这个肮脏的地方。从后视镜里，我看到那个经理和他的一帮手下站在原地，脸色阴沉地看着我们离开。真相大白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我把车直接开到了 4S 店，进行全面的清洗和检修。等待的时候，我接到了姑父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疲惫又苍老。小旭，我们在警察局。小伟他都招了。警察说他报假解，还有赌博，可能会被拘留。那个赌场也被查封了，说我们家小伟是重要证人。你姑姑她急火攻心，住院了。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小旭，那个赌场那边的100万怎么办？什么怎么办？警察说那是赌债，不受法律保护。但是那些人
都是些亡命之徒啊！他们要是找不到小伟，肯定会来找我们家的。我们家怎么经得起这种折腾？小旭，我知道这次是小伟混蛋，是我们对不起你，但你能不能看在咱们是亲戚的份上，再帮我们一次？你不是认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吗？能不能帮我们把这件事平了？平不了，姑父，他欠的是赌债，这个哭没底。今天我帮他还了100万，明天他就会欠200万，我不可能拿我的钱去填一个无底洞。可是没有可是，张伟是成年人了，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们是他的父母，你们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至于那些放高利贷的，他们要是敢上门骚扰，你们就直接报警。我相信现在是法治社会。电话那头沉默了。小旭，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我们可是一家人啊！一家人，在我家客厅里，你们所有人逼我承担损失的时候，你们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在张伟开着我的车去赌场豪赌的时候，他想过我们是一家人吗？现在出事了，摆不平了，你们又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姑父，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没完。车子的维修费、保养费、误工费，还有车内丢失物品的折价，我会让律师出具一份详细的清单给你们，1分都不能少。另外，张伟对我构成了欺诈，我会保留追究他法律责任的权利。我说完，直接挂了电话。4S 店的经理这时走了过来，递给我一份初步的定损单。陈先生，您这车划痕需要重新做漆，内饰需要深度清理和更换几个配件，初步估算费用大概在15万左右。我看着单子上的数字，点了点头。修，用最好的材料，修完之后把账单寄到我律师事务所。我不会再为所谓的亲戚付出1分1毫，他们欠我的，必须连本带利的还回来。几天后，张伟因为报假警和参与赌博，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姑姑也出院了。他们一家人连同奶奶再次出现在我家门口。这一次，他们的脸上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和理直气壮。姑姑的头发白了许多，整个人像是老了10岁。她一见到我，眼泪就下来了，二话不说就要给我下跪。我及时的避开了。有话就说。我堵在门口，没有让他们进来的意思。小旭，姑姑错了，姑姑真的错了，我们不是人，我们对不起你，求求你，看在你奶奶的面子上，放小伟一马吧。奶奶颤颤巍巍地说。小旭，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小伟他还小，你别跟他计较，别毁了他一辈子。姑父站在一旁，低着头，一言不发，但眼神里的恳求是藏不住的。我看着他们，觉得很讽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们是想让我撤销对他的起诉，是吗？是。姑姑点头如捣蒜。还有那个赌场的钱，我们真的还不上了。小旭，你最有办法，你帮帮我们。就最后一次。不可能！我拒绝的斩钉截铁，他们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第一，律师函昨天已经寄出去了，维修费加上其他损失，一共是17万3000块。1周之内，我希望看到这笔钱。如果看不到，法院会强制执行。第二，关于赌场那100万，那是他和赌场之间的事，与我无关，我不会插手，也不会替他还1分钱。那些人如果找你们，你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报警。第三，对于张伟的欺诈行为，我不会撤诉。他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法律的代价，这不是我毁他，这是他自己毁了自己。程旭，姑姑尖叫起来，不敢相信我会这么绝情。你非要逼死我们吗？我没有逼你们，我只是在维护我自己的合法权益。路是你们自己选的，苦果也只能你们自己尝。我说完，准备关门，奶奶突然用拐杖死死抵住门。她抬起头，老泪纵横地看着我。小旭，就算奶奶求你了，你忘了你小时候是谁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的？是我啊！你爸妈忙，你小时候发高烧，是我背着你跑了3条街去医院，这些你都忘了吗？他开始打感情牌了，这是他最后的，也是最有力的武器。我看着他，心里某处最柔软的地方还是被刺痛了一下，但我知道我不能心软，这一次心软换来的只会是下一次更得寸进尺的索取。奶奶，您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所以这些年，姑姑一家对我的予取予求，我都忍了。张伟的工作、房子首付，哪样没有我的份？但是，一码归一码，您的恩情不能成为他们一家绑架我人生的理由。这扇门，我今天关上，从此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之间除了血缘，再无瓜葛。我说完，将门缓缓的，却无比坚定的关上了。门外传来了姑姑撕心裂肺的哭喊和咒骂。我靠在门上，听着那些声音，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也知道我从此获得了自由。接下来的日子出乎意料的平静，姑姑一家没有再来骚扰我。我从其他亲戚那里零星听到一些消息，他们为了凑齐赔给我的17万，把家里唯一的房子给卖了。那是一套老城区的学区房，本来是留给张伟结婚用的。卖了房，他们一家3口只能去租一个狭小的单间。
而那100万的赌债，赌场的人并没有因为被警察查封而善罢甘休。那些人找不到被拘留的张伟，就把目标对准了姑父。他们3天2头去姑父的单位闹，还在他们租的房子门口泼油漆、写红字。姑父单位的领导找他谈话，委婉的让他自己辞职了。一份干了30年的工作就这么丢了。姑姑因为受不了这种天翻地覆的打击，精神上出了点问题，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我听着这些消息，心里没有什么快意，也没有什么同情。我只是觉得每个人终将为自己的选择买单。半个月后，张伟出来了，他第一时间给我打了电话。电话里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咒骂，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甚至是死寂的语气对我说：“哥，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你。”然后他挂了电话。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后悔的不是他去赌博，不是他撒谎骗人，他后悔的是他选错了欺骗的对象。在他看来，如果我还是从前那个予取予求的好哥哥，他现在依然可以过着光鲜亮丽的生活。他把所有的不幸都归咎于我的绝情，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反省过自己。又过了一段时间，法院那边传来了消息，我的起诉立案了，张伟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虽然金额未遂，但也足够让他面临一场牢狱之灾。开庭那天我没有去，我委托了我的律师全权处理，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张伟诈骗罪名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消息传到家族群里，一片哗然。那些曾经劝我大度的亲戚纷纷跳出来指责我心狠手辣，不念亲情，把我这个祸害踢出了群聊。我看着手机上您已被移出群聊的提示，笑了笑，随手删除了那些再也不会联系的号码。这个世界清静了。1年后，我开着修好的库里南，行驶在回老家的路上。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不愉快，但奶奶的生日，我还是决定回去看看。老宅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50宏光，我把车停在远处，走了过去。院子里，姑父正在劈柴，他的背驼了，头发全白了，看起来比1年前老了20岁。看到我，他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有怨恨，有尴尬，但更多的是麻木。他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继续埋头干活。姑姑坐在院子的板凳上，眼神呆滞地看着天空，嘴里念念有词，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奶奶从屋里走出来，看到我，叹了口气：“你来了。”奶奶，生日快乐！还记得我这个老婆子生日啊？屋子里还是老样子，只是少了很多生气。小伟他昨天出来了。我点了点头。变了个人，不说话也不出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小旭，我知道你恨他们，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能不能给他找个活干？不然他这辈子就真的完了。我沉默片刻，看着奶奶苍老的脸和期盼的眼神，最终摇了摇头。奶奶，有些路只能他自己走，我帮不了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如果那个人连拿鱼竿的意愿都没有，别人给再多也没用。我可以给他一份工作，但我给不了他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这次我帮了他，下次他遇到困难，还是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他需要学会的，不是如何找到下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而是如何让自己站直。奶奶的眼神暗淡了下去，她没再说什么。我陪她吃了一碗长寿面，就告辞了。走出院子的时候，我看到2楼的窗帘动了一下，一双眼睛在后面窥视着我，充满了阴郁和怨毒。是张伟。我没有停留，径直走向我的车，坐进车里，阳光透过前挡风玻璃照进来，很暖和。我发动汽车，离开了这个地方。后视镜里，老宅越来越小，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点。我知道，有些人，有些事，就像这后视镜里的风景，注定要离我远去。我的未来不应该再被这些沉重的过去所拖累。亲情很重要，但比亲情更重要的是分明的是非和坚守的底线。车窗外是广阔的天地，新的人生正在前方。